欢迎回来，焦点。黄祖耀不只在银行界赫赫有名，他同时也是我国宗乡会馆和许多社团的灵魂人物。作为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创始会长，黄祖耀他一生都在致力弘扬华族文化和价值观，建立紧密的宗乡会馆网络和团结本地华社。宗乡总会告诉焦点，黄祖耀先怀未了之愿。到底是什么事成为黄祖耀的遗憾？4、3、2、1。璀璨的烟火，五彩的花灯，传统的美食。春到河畔，1987年开始至今，已经成为新加坡文化品牌，是国人在农历新年期间必游之处。春到河畔其实就是黄祖耀博士当年创会的时候他发起的。那当初发起这个春到河畔，主要的目的是要通过节日的喜庆来推动我们华族的传统文化，让很多华族的表演艺术团体有一个舞台可以呈现他们的表演艺术给平民老百姓来观赏。经过了38年，春到河畔越办越大，越办越精彩。春到河畔是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86年正式成立后主办的春节庆祝活动。新加坡的教育政策有所改变，所以呢，对这个华人优良文化传统这方面呢，以及文化活动这方面呢，可能会减少。因此呢，总会在这方面呢，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比如说，我们可以促进新加坡人对这个华人优良文化传统的这种道德观念呢，更深一层的去了解和认识。黄祖耀1985年到2010年担任宗乡总会会长期间，会员团体的数量从74个增加到198个。黄祖耀也关注华族社群的社会流动性。1992年，宗乡总会和中华总商会联合创立华社自助理事会。我们没有办法消除社会中的各种贫困的问题，但是有了华社自助理事会的组织，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开办补习班，帮助成绩较差的贫穷的学生，以及为低收入的工人提供技术的训练。华诸会告诉焦点，黄祖耀担任过华诸会信托局主席20年，提升了弱势家庭的社会流动性。这可从受惠者的家庭人均月入看出。低收入的这个每月的薪金已经在调高了。那我们基本上现在看到了，比如在来华诸会申请援助的家庭，很大多部分的孩子和家庭都住在4房4或以上的家庭。其实，在1房4和2房4的，甚至3房4的比较少，跟以前不大一样了。华诸会指出，团队将继续秉持着黄祖耀的创新精神，因时制宜调整给予弱势群体的措施。不只是在金钱上面，而是在怎么能够提高他们的自信心，以及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些特需儿童的需要，通过玩的方式。其实玩并不等同于没有学习。那我们怎么改变华人社会里面家长就是一直倡导的补习的那种做法？我们必须去改。1995年，南洋理工大学的华艺馆开幕时，黄祖耀出席见证。华艺馆不仅保存和整理我国华人资料，支持海外华人研究，还成为连接大学和社区的桥梁。意义更重大的是，华艺馆是设在前南洋大学的主要建筑物内。这座建筑物呢，
象征着东南亚华人团结合作的精神。南洋大学的诞生，实现了创办人士的梦想，而赋予南大成长的，就是新加坡和东南亚的华人的社会。祖籍中国福建省金门的黄祖耀，担任过金门会馆会长多年。曾经在金门会馆同黄祖耀共事的蔡其生说，黄祖耀生前希望金门会馆和吴江公会能够整合，善用资源，以便更好地服务乡亲。这个算是王主席的一个遗愿了，如果能够真正的做到两个组织合并在一起呢，那么把所有的资源这个整合起来，然后服务我们的金门乡亲，那么就会做到这个互补，那么就是不用再分散大家的那个资源了。所以这一点呢，我是觉得这个王主耀先生的遗愿如果能够实现呢，对金门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贡献。华珠会说，私底下的黄祖耀和蔼可亲，和员工和受益人都打成一片，但是面对工作却又不失严谨和认真。他深切地感受到弱势群体的需要，就是希望能为他们多做一点。